3名潜水员潜入水下洞穴，在潜到一半时，发现未带引导绳。当发现没有携带引导绳后，同行的1名潜水员产生了强烈的不安，于是便独自一人返回，另外2名同伴则继续深入。岸上的2名同伴由于长时间未见有人返回，便迅速报警。等救援人员发现2名人员时，却只有1人存活。而这就是我们要讲的阿尔克斯洞潜事件。这是一座并不算巨大的水下洞穴，从入口到最深处全长大约80米。2014年7月19日，4名朋友来到这里，他们并不是第一次潜水，几个人都曾经在科斯塔布拉瓦附近海域进行过潜水活动。这一次，他们把目标放在了这座神秘洞穴上。吸引他们的原因并不是单纯追求刺激，而是因为这里仍然存在未知区域。抵达洞穴入口后，3名潜水员开始下潜，第4名成员留在船上负责观察，如果发生意外，他将负责报警并联系救援。起初，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。他们先探索附近的小洞穴，随后来到科维特德尔斯阿尔克斯洞真正的入口。然而，当他们靠近洞穴内部时，危险信号已经出现。洞穴岩壁不是坚硬岩石，而是较为松软的粘土结构，而洞底覆盖着大量细小淤泥。当潜水员的身体动作搅动洞底淤泥后，大量泥沙会瞬间漂浮在水中，几秒钟内，清澈的水会变成浑浊的泥浆。这时，唯一能够帮助他们返回出口的就是一根细长的安全绳。这一次，他们没有带，原因很简单，有人在整理装备时忘记了。这是整个事故中最关键的错误之一。当发现没有携带导引绳后，同行的1名潜水员产生了强烈的不安。他知道这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小问题。这座洞穴的内部结构并不明确，没有完整地图，没有明确路线。经过短暂讨论后，这名潜水员决定退出，他选择返回入口，放弃继续深入。另外2人，里卡德和德尼西奥却选择继续。他们认为自己拥有足够的经验，过去的潜水经历让他们相信这一次也不会出现问题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一切似乎都在按照计划进行。他们穿过入口区域，沿着狭窄通道不断前进，但此时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靠近。大约来到距离入口60米左右的位置后，2人决定返回，因为他们知道继续深入已经没有意义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必须保留足够空气，保证能够安全返回。于是2人开始掉头。当他们返回时，问题出现了，原本清澈的水开始变得浑浊，大量淤泥漂浮起来。几秒钟之后，他们眼前的一切开始模糊，随后彻底消失。他们进入了洞穴潜水员最害怕的状态，而最致命的问题是，他们没有导引绳。如果有绳索，他们只需要沿着绳索返回，但现在他们只能依靠记忆判断方向。此时，他们的氧气正在减少，而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距离出口到底有多远。就在绝望之中，德尼西奥突然发现前方出现了一丝光，2人立刻朝光线方向游去。他们靠近后发现，那并不是洞口，而是一条隐藏在岩石之间的裂缝。裂缝后方似乎存在另一个空间，为了活下去，他们只能进入。于是2人开始挤过这条狭窄通道，最终他们穿过裂缝，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区域。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但很快他们发现这里竟然存在一个空气空间。他们终于能够把头露出水面。糟糕的是，只能一直漂浮在冰冷的水中。为了保持头部露出水面，他们必须不停踩水，这意味着他们的身体一直在消耗能量，心跳加快，呼吸加速，而越快的呼吸又会产生更多二氧化碳，这形成了一个危险循环。与此同时，留在船上的同伴发现2人迟迟没有返回，他意识到情况不对。上午11点左右，他拨打了紧急求救电话。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随后接到报警，负责此次救援行动的人员立即开始组织搜救。救援人员开始寻找所有可能的信息，他们联系当地潜水员、海洋生物学家、水下摄影师，希望获得关于这座洞穴的资料，但结果令人失望。关于科维特德尔斯阿尔克斯洞已有的信息非常有限。最终，救援人员得到了一张非常粗略的洞穴示意图，地图显示的范围只覆盖到洞穴入口附近，更深的位置仍然是一片未知。但救援队根据现场情况判断，2名潜水员很可能仍然在洞穴内部。当天傍晚，专业洞穴救援潜水员进入洞穴，他们带着完整装备，并且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铺设导引绳。这也是里卡德和德尼西奥当时最缺少的安全措施。救援人员进入洞穴后，很快遇到了第一个巨大困难，前方的水已经被淤泥彻底污染，能见度几乎为0。他们知道这里就是2名潜水员曾经经过的位置。就在救援人员艰难推进时，德尼西奥仍然独自困在空气囊里。救援行动进入第2天，经过一夜等待，洞穴中的淤泥开始逐渐沉降。水下环境虽然依旧危险，但相比最初，能见度已经有所恢复。潜水员再次沿着导引绳慢慢深入洞穴。当救援人员接近那片未知区域时，他们发现了一条狭窄裂缝。根据判断，
这很可能就是2名失踪潜水员寻找出口时进入的位置。救援人员尝试通过，最终他成功穿过裂缝，进入了另一个隐藏空间。眼前的一幕让救援人员震惊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他看到了一具漂浮在水中的身体，那是里卡德，他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。救援人员心里一沉，他们意识到这场事故已经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。但就在继续搜索时，他们发现还有一个人，德尼西奥还活着。此时的他身体已经极度虚弱，他已经在这里独自坚持了很长时间，几乎已经达到极限。当德尼西奥看到救援人员时，最初并没有立即反应。长时间的困境让他的意识状态非常糟糕，他甚至无法确定眼前的人究竟是谁。救援人员试图帮助他撤离，他们提供备用气瓶，希望带他通过水下通道返回。但是德尼西奥此时已经无法正常配合，他拒绝使用装备，甚至对救援人员产生抵触。救援负责人费尔南多意识到强行救援可能会造成更大危险，如果德尼西奥在撤离过程中失去配合，不仅可能危及自己，也可能拖累救援人员。于是他们采取了另一种方式，救援队返回水面，寻找能够帮助沟通的人。他们联系了德尼西奥之前一起潜水的朋友，随后这名朋友跟随救援人员再次进入洞穴。当德尼西奥看到熟悉的面孔时，他的情绪终于出现变化，但此时情况依然十分危险。救援人员判断德尼西奥的身体状态正在不断恶化，继续等待可能会错过最后的救援机会，因此他们决定立即实施撤离。经过准备后，救援人员终于带着德尼西奥开始返回出口。最终在距离事故发生不到1天的时间里，德尼西奥终于被带出了洞穴。救援行动结束后，调查人员开始分析事故原因，显示里卡德最终死于与二氧化碳相关的问题，也就是严重的高碳酸血症。